前段时间家族聚会，刚大学毕业的堂弟在饭后向我倾诉职场烦恼。他说，现在的工作钱少事多，由于缺乏经验，经常出错，挨领导批评，加上同事关系紧张，让他萌生退意。他想辞职，却又很犹豫，于是向我寻求建议。我告诉他，如果这份工作确实无法给你带来任何成长，那么离开是明智的选择。如果仅仅因为承受不了压力就想辞职，这种逃避的心态不可取。当时我也给出了一些建议，但回家后仔细想，总觉得自己的建议太过简单。回顾自己20多年的职场生涯，我将这些年的经验与思考提炼出10条建议。无论你身处什么行业、什么岗位，只要能做到以下这10点，在哪里上班都能顺风顺水。第一，忍得了气，受得住委屈。人在职场受气是一件必然的事。胡搅蛮缠的客户，死板教条的领导，不干实事只会甩锅的同事，都会让你血压瞬间飙升。很多人在单位忍气吞声多年，并不是他没有脾气、没有个性，而是早就看透了职场的真相。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，没有一头牛马不受气，在哪儿挣的都是窝囊废。换了工作依然要面对新的人情世故，换了赛道依然要从零摸爬滚打。你要跨过去的不是别人，不是公司，而是你自己面对委屈的承受力。受点气就想着离职，最终吃亏只会是自己。你只有把委屈嚼碎了咽下去，努力积淀不断成长，最后才有不受委屈的资本。2，遇难题多请教，是高效的解题方法，也是成长最快的方式。小说《沧浪之水》中的主人公梁志远，有一个老前辈叫罗清水。梁志远每次在工作中遇到问题，都会虚心向罗清水请教。因为有了罗清水的指点迷津，梁志远在工作上进步神速，最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这些年我观察发现，很多能力差的人都有同一个特点，碰到问题就知道死磕，不懂请教别人。他以为自己能解决，结果最后硬生生耽误了项目进程，拖了大家后腿。职场不是一个人的战场，遇到难题别硬扛，主动请教借力。经验资历丰富的同事，3言2语就能化解你的处境，给你指明方向。嘴巴甜一点儿，态度谦虚一点儿，没有人会拒绝一个有礼貌又好学的人。3，干。工作不养闲人，团队不养懒人。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老板，你希望员工每天上班摸鱼划水，一天天的混日子吗？老板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如果你没有认真工作，没有为公司创造效益，老板凭什么给你发工资呢？我之前在报社的时候，有个老同事仗着自己工龄长偷奸耍滑，每天上班都很懒散。结果新进来一个年轻同事，靠着一股拼劲儿，很快在一些项目上超过了他。最后可想而知，那位老同事被领导扫地出门了。我建议大家保持危机感，积极学习，对工作负责，不推诿，与团队合作，不懒散。领导没有安排工作，你要自己找事做。如果老板安排了，你更要拿出全部的热情和精力，做到尽善尽美。4，变。
人生的转折从改变工作态度开始。知名商业顾问刘斐分享过服务员李娟的故事。李娟最初只是一家火锅店的普通服务员，但她不像其他服务员那样推一下动一下。她观察到带孩子的顾客用餐不便，便主动提议设立儿童游乐区，并设计亲子菜单。这个小小的创新不仅提升了顾客体验，还被总部作为创新案例推广。从此他越发用心，熟记客人口味偏好，手写生日祝福，甚至自学手语服务特殊群体。10年间，他从基层服务员成长为区域经理，带领的团队始终业绩领先。稻盛和夫说过，所谓扭转人生，不过是对工作的极度认真，把工作视为雕刻自己人生的刻刀，而非仅仅是换取面包的工具。不要怕出错就不干，怕麻烦就退缩，怕吃亏就推责。你此刻的每一分专注，都在为未来的自己铺路。第5，察。观察别人会察言观色。鬼谷子说，为人处事善于察言观色，精于揣摩人心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想起多年前在一次公司部门例会上，领导让同事小李点评一下另外一位同事的方案。小李毫不留情地指出方案中的多处问题，从数据不准确到逻辑漏洞，完全不顾对方逐渐难看的脸色。最后还是领导打断了小李，才终止了他的发言。职场上有一种人最致命，看不懂气氛，听不懂弦外之音。领导发火了，他还在嬉皮笑脸；同事情绪低落，他还在追问八卦。别人需要沉默的时候，他偏偏要开口；大家都想冷处理的时候，他非要掀锅。这样的人往往最容易招人嫌，也最容易吃亏。人在职场要学会察言观色，才能知分寸，不招人嫌。第6，学。终身学习是保持竞争力的唯一途径。某国企员工分享过一个真实故事，干了10年行政，只会 Excel 和 Word， 现在公司上了智能 OA 系统，第一个被优化。麦肯锡2025未来工作报告显示，未来超44%的岗位技能将被 AI 重构，靠吃老本的职场人淘汰率高达70%。过去拼的是资历与经验，谁的证书多，谁的资历老，谁就能稳坐岗位。现在拼的是学习速度，谁的知识更新快，谁的技能迭代强，谁才能在职场立足。时代的车轮不会因为你的固步不前而为你停下脚步，你不学习不进步，注定只能被时代远远地抛在后面。如果你不想被职场抛弃，就与时代保持同频，持续学习，终身学习。7，思考的深度决定职场的高度。硅谷投资教父纳达尔说过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：现代职场中，努力只是一个常规因素，不再是决定因素。那些工作中看起来很忙碌、很拼命的人，往往表现平平，收获甚少。反倒是那些愿意停下来思考、集中心力改变自己的人，能一举突破，登上更高的台阶。在职场上，苦劳不等于功劳，低质量的勤奋远比懒惰更为可怕。香奈儿前 CEO 莫林说，人之所以脱颖而出，首先必然是思考力的出类拔萃。一个人深度思考的能力，
才真正决定了他能在职场走多远。8. 值。先别惦记着赚钱，学着让自己值钱。作家张良记说，当一个人没资源、没背景的时候，只有专业才是你脱颖而出的最佳武器。节目《非你莫属》中，求职者王俊杰有一个超强的能力，每款产品都能提炼出独特卖点，让其成为爆款。光是一款保鲜膜，他每天就能卖出7、8万的销售额，即便过了红利期，他照样有办法把任何产品卖得很好。他的自信来源于专业，所有电商平台的规则玩法，他都了如指掌。因为专业能力过硬，现场12家企业有8家企业都向他抛来了橄榄枝。社会的本质就是利益互换，你想要赚钱，就要让自己先值钱。当你不断精进技能，做到人无我有，人有我优，你的价值才会被10倍、100倍的放大。9. 攒。经验攒够了，钱自然就来了。在职场中，我经常看到2种人，一种人功龄很长，资历也深，经历的事情也不少，但是他们从来不总结，不复盘，任务做完了就做完了，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几乎什么都没留下。还有一种人，他们功龄很短，资历尚浅，但是他们坚持总结，坚持复盘，取得了飞跃的进步。归根结底在于，一种人把经历过成了经过，而另一种人把经历变成了经验。用时间堆积出来的只能叫经历，而工作中经历不值钱，经验才值钱。从今往后，多学习，多思考，多积累工作经验，赚钱就是水到渠成的事。10. 诚。说实在话，做实在事，坦诚相待，有诚心。一位年轻人满脸困惑地向智者发问，为什么我苦心钻研了那么多社交技巧，在职场依然难以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呢？智者只是简约地吐出2个字：你假。年轻人满脸不服气，辩驳道，可是大家都这样啊，不随波逐流怎么行呢？智者微微一笑，反问他，那你愿意和镜子里那个戴着面具的自己交朋友吗？很多人不遗余力地学习不少社交技巧，却把最珍贵的情商给弄丢了，那就是真诚。人民日报说过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怕的就是掩饰和伪装。人在职场，只要你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个人，最后自然会收获好人缘。有人说，职场就像个大游乐场，有各种弯弯绕绕的项目，玩不转就容易晕头转向。别让自己在职场成了透明人，会做事也要会做人。能升职加薪的人，永远是先懂规则，再玩规则。上面这10条潜规则，让我在职场少走了很多弯路，建议大家收藏起来。只要你掌握这些潜规则，升职加薪机会都会离你越来越近。